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。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，就算受了伤，也得孤军作战。有时候摔倒，连跌带滚很冤枉。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总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是非在颠倒，在混乱，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。长大你的眼，用心来看，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的希望。这位太太怎么称呼你呢？钟太太。钟太太，你好漂亮哦。谢谢你。喝茶吗？你是这里的老板娘吗？对啊，小生意嘛，我们做服务业的，竞争非常激烈的。如果不下心思的话呢，服务不好，顾客很快就被抢走的。是啊，现在顾客很花心，很容易跑掉的。所以就要靠真本事了。你真有本事啊！你应该还没结婚吧？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小柔。哪有那么好的福气结婚啊？好的男人呢，都成了别人的老公了。看到别人家庭幸福，每逢过年过节一起庆祝，自己呢就只有羡慕的份了。要先上个洗手间吗？去楼上的吧，楼下的坏了。这里。罪有时像酵素，会不断扩大、扩大，吞噬你的心，使人忘记对与错。在明处的姐，正一步步走入在暗处的小柔所布下的陷阱。替我画画像吧。
你没睡着吧？不好意思哦，我男朋友喜欢乱放东西。我们先洗头吧，来这里。钟太太，你皮肤好好哦。我希望呢，到了你的年纪呢，我也能保养得这么好。多久了？护理30分钟。你和他多久了？我和我男朋友吗？我们在一起2年多啦，他对我很好的。这么久，我居然没有看出来。你是？我是Colin超人太太。你知道了也好，这样子事情能够快点有个了结。你要怎么了结？我欣赏他的才华，你欣赏吗？你这种程度根本就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画家。你画这么多有什么用？根本就没人买。他是一家之主，你尊重过他吗？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分量的人最好还是安静点。他喜欢吃卤猪脚，喜欢炒虾面的猪油炸，你会陪他吃吗？你们这些小三真的很厉害，做足了功课。你不要标签我，那些事都是克林告诉我的。爱情是没有对错的，是你的强势把你老公送进我怀里。够了！克林常跟我说你很有本事，很聪明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潘泽国，你除了成全我们，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喂，手里什么事啊 Miss Pua， 我知道你早上放假，但是推介会快开始了，你还没回来，场面很乱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你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只是喉咙有点痛。我现在就回来。克林，你老婆找上门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克林，我好害怕。惨了！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补救，我补救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，头发会长出来的嘛，顶多戴顶帽子就看不出了。啊，你有吗？借给我。我有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一回来啊？哦，我刚才给你借帽子的时候，你好像很舍不得，还给你。谢谢。这顶帽子有它的纪念价值吧？这个是我爸爸的帽子。哦，我爸爸妈妈2个星期前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去世了。对不起啊，你既然顺便，我妈妈是个很好的理发师，我的手艺是她传授的，所
所以每当我拿起他用过的剪刀，我就会。小茹，小茹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他弄的。不能怪他，都是我的错。见了你太太之后，我心里好难过。我很希望能够在他之前遇见你，我们可以组织幸福的家庭，一起共患难，一起慢慢变老。可是我们不可以再错下去了，克林，你走吧。对不起。感情上，男人比女人要瞻前顾后的多。小柔以退为进的牺牲和忏悔，没有男人不受落。尤其是我那个一直想做英雄、要保护弱小的姐夫。哇，稀客，我问呢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他没接。你不会养家，现在连打招呼也不会啦。爸，伯文不在。他出外景拍毕业照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要喝咖啡吗？不用了，你忙你的吧。你看到我在忙吗？坐，我不会吃了你的。男人的肩膀比女人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承担家庭的一切。知道就好。身为一家之主，不可以让老婆太过操劳。泽国工作那么拼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知道失去工作，家人就不可以享受那么好的生活。娶到我女儿啊，你真幸运啊！有哪一个做丈夫的不用赚钱养家，不用供孩子读书啊？外公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爹地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来找你啊。伯文啊，今天的外景拍摄还顺利吧？Very good 啊。店里多了生意，全靠我的孙子。泽国把伯文教得很出色。妈咪忙的时候，我也跟爹地学了很多吗？你肯定是遗传了你妈咪的聪明智慧。我也遗传了爹地的艺术细胞，所以我的眼光独到啊。对，眼光独到，才会挑到我那个很会赚钱的女儿当老婆。爹地是个艺术家，艺术扯上金钱就不是艺术了。艺术家，如果不是泽国拼搏啊，看谁还能自命清高。我跟爹地先出去一下啊。来，爹地走。你找我什么事啊？你妈咪有没有找过你啊？你们又吵架？没有啊。你妈咪一向很冷静。爹地，你跟妈咪之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两个人走在一起，进步快的那个，总会受不了原地踏步的那个，结果相距越来越远。其实有的时候妈咪对你说的一些话，我听了都受不了的。在他眼中，我真的很没有用。爹地，如果你要离婚，我不会反对的。你们现在连吵都懒得吵了，如果勉强在一起只有痛苦，那我宁愿你们离婚。博文，你真的支持爹地，无论我做了什么，都不会怪我，不会对我失望。现在离婚很平常的，高兴就在一起，不高兴就离 ，no big deal。谢谢你，请多多支持。Ada，谢谢你的订单。 Thank you。听说好多公司增偏美代理权，
我很佩服你。不要这么说，我的运气比大家好多一点点罢了。再见。再见。Miss Pa， 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们邀请了356位客户，只来了308位，其余的呢？安排跟他们见面，3天之内一定要完成。那不是一天要见10多个客户？早午晚全都安排，不要再拖拖拉拉。销售额一定要比预期的多2倍。哦。倪先生，真羡慕你的老板，有一位这么优秀的员工。别这么说，今天的推介会也非常成功，谢谢你的员工们全面配合。Miss Pa， 你太客气了。对了，画廊里的画我全都要，我的采购部经理会跟你联络。Miss Pa， 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我需要大概140幅，你那个画家会全权让你代理吗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我帮你安排。妈咪 OK？ OK。其实今天Daddy又来找过我，他可以说什么？你们是不是要离婚呢？我 OK 的，我也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而勉强在一起嘛。早点睡。你也早点休息啊。Daddy 早。哎，早。妈咪早。吃吧。我今天拍外景，先走了。拜拜。坐下。不要再命令我行吗？请你坐下，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说吧。为了儿子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我
要你跟他分手，立刻，今天之内就要跟他分手。为什么这些学生都看不到脸的？啊？什么时候多了一道彩虹啊？背影看起来比较有艺术感，然后彩虹呢是他们后期要加进去的。那你看呢？哎，厉害哦！不伦不类啊。伯文啊，昨天你爹地突然间来找你，有什么事吗？他和妈咪可能会办离婚。啊？是你爹地提出要离婚的吧？我不清楚啊。你妈咪忍你爹地20多年了，不可能是他提出来的。不过爹地有说什么2个人在一起进步比较快的那个会受不了原地踏步的那个。他倒是说出了真相。啊，我问了，你的薪水？谢谢外公。这么多啊！你有大学文凭，月薪当然比你的小姨高了。到了年底啊，我还会给你13个月的花红。伯文啊，那照相馆的钥匙，你拿着。外公，其实拍毕业照片的那个热潮也过了嘛，所以现在照相馆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哈。谁说的？照相馆的生意开始好了，我需要一个人在这里帮头帮尾啊！拿去。外公啊，我其实已经在广告公司找到工作了。我今天原本是打算向你辞职的啊。姐出事的时候，没和家里任何一个人说。或许她想自己撑，也或许姐觉得大家都忙。是的，我们都忙着生活。潘小姐，你离开饮食业整整10年，副店长的职位不适合你。我能胜任的。如果你不介意从低做起，我们有很多普通侍应生的空缺。你在我们的恋爱纪念日把冰棒分开，会不会不想啊？你这么迷信的？那我们现在分手了？喂，好啊，好啊。喂，无论你跑去哪里，我都会把你追回来的。你走开，我不想见到你。无论你跑到哪里，我都会把你追回来的。你不要做梦了，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。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。如果对我没感觉，这10年来你为什么都一直回来这里？今天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日，你又回来了。我知道每一年的纪念日都会来这里，我也是。谁在我耳边留下熟悉的语言？不管我了。很多故事，喜怒哀乐在搁浅。谁和谁的事，究竟能不能完结？寂寞不和，这10年来，
我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道歉机会，也不全是因为你爸的阻止，而是我觉得愧疚，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，因为我根本就不配得到你的原谅。你说够了吗？如果我要走。今天是我们第12个恋爱纪念日，我们还是来了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没资格再爱你，所以我不奢望你能重新接受我。但是，请你考虑接受翠玉玲珑的工作机会。接受你的施舍吗？这不是施舍，而是我真的认为你很适合这份工作。我不需要你的帮忙，请你离开我的生活。原来这10年来，他一直守候着我。我呢，一直来这里，是要提醒自己，这个人如何伤害我吗？快来吃！又是你的拿手冰糖白木耳啊！你最好乖乖跟我吃，免得人家以为我们是2姐妹呀。哎呦妈，你这句话真的是很毒哎！我有这么老吗？你说呢？那这个虽然比燕窝便宜，不过跟燕窝一样滋补养颜。快喝！我又没有说我不吃。建功建的怎么样了？唉，没关系啊，慢慢找，大把机会。你可不可以说一些其他安慰人的话？这可是我真心话。找工作呢可以慢慢找，但是找男朋友就不可以慢慢找咯。这个人没几天就送一束花来，你会不会心动啊？以后就不要牵手了。既然他有心悔改，你是不是应该给自己多一次机会？他结婚了没有？有没有女朋友？是不知道还是没有？没有。他是因为你爸阻止，所以不敢来找你。他买股票也是因为要买公寓，让你住得舒服，所以他是很爱你的。你不要说我很烦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要找一个爱你这么多年男人很不容易啊。岁月不饶人，女人青春有限。我不怕，我有我妈的爱心补品。虽然我女儿美美的像20几岁，不过你这个年龄还不结婚的话，以后生孩子就有问题喽。妈，你真的是很没有原则哎。我的原则是希望你快点找个好老公。我想找对的人，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。哎，我很像妖怪啊，看到我就要躲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女儿今天心情不好，你嘴巴不要乱放屁。找不到工作了，辞职了。你是我唯一的挚爱，永远都是。谢谢你还记得我们的周年。花不栽种在泥土里，最终会枯萎。爱情呢？让爱情不枯萎的泥土是什么呢？你女儿找到工作了没有？我女儿不就是你女儿吗？你告诉她，如果找不到工作，我让她回来照相馆做。算了，她是不会回去的。你还是关掉你那间要死不活的店吧。喂，我的店这2、3个月来收支平衡了。那还不是我的女儿的好建议。你女儿不就是我女儿吗？是喽，那以后你跟孩子们说话，请你好声好气吧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也不用那么严厉啊，把孩子一个个都骂走了。他们3个会把我放在眼里吗？如果3个孩子当中有2个离婚，1个嫁不出去，我这个做老爸的是不是很失败？你说什么？什么2个离婚啊？
博文说，克林跟哲国在闹离婚了。不行，我要去劝谏哲国。那个没有用的男人跟他离得更好。哪有做爸爸的要女儿离婚的？孩子们有问题都跟你有关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不是吗？阿明的老婆是被你骂跑的。他每天都穿得这么暴露，要教。那克林呢？克林被你骂到头都抬不起来。他本来就是一个不争气的可怜虫。哲家35岁了，都嫁不出去，难道不是跟你有关吗？够了，像迟永亮那种男人，嫁给他肯定倒霉。人家都已经认错了，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吗？他自私不负责任，人的性格是不会变的。是，有些人活到几十岁了，性格到现在都还没变到。好，我就变给你看。这个星期天叫他们大家回来一起吃饭。好啊，不要反悔啊！哎，你这么迟了，不要打扰他们。我要上厕所了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人老了骨头硬了，不要一下子爬起来，会伤到腰骨的。知道啦，唠叨。哎呀，还嘴硬。如果你坐轮椅，我不帮你推呀。谢谢你，老板，再见。嗨，原来采访大老板的记者是你。你老板称赞你是个得力工程啊。再见。等等，哲佳是一个好女生，要好好珍惜。既然哲佳这么好，为什么当初不好好珍惜她，害她差一点自杀？你说哲佳自杀，幸好被我撞见，及时阻止了她。她虽然没告诉我为什么她想不开，不过我猜应该是和你有关系。我的确是伤她太深了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翠玉玲珑是一个大集团，我希望哲佳可以接受这份工作，这对她会有帮助。我试试看，把她约出来，整理一下你的心情。如果哲佳肯原谅你，记得以后不准再辜负她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你都要永远爱她，知道吗？我不应该怀疑你是哲佳男朋友，其实你更像是她的妈妈。哎，他来了，拿出你的诚意啊！哲佳姐，哎，你这么早就到了，约我出来什么事啊？我是想让你，我是想和你谈感情的事。坐吧。怎么说呢？远航啊，我对你没有兴趣。谁说要追你啦，哲佳姐姐？你有女朋友了？哎呀，来上来听听啊！不是啦，其实你心里也有些想原谅永亮的，对吗？你干嘛？读心术啊？啤酒一杯，你要喝什么？不用，别人也许看不出，但你最清楚自己的心啊。老爸生前常教我，应该原谅伤害你的人70个7次。一次都已经很烦了，还要70个7次啊？70个7次是比喻无限的原谅。我是永远不会原谅他的。坚持这念头的结果，你能承受得了吗？人谁无错？你干嘛这么多管闲事啊？其实我看得出他的诚意和内疚。你什么时候跟他来往啊？喂，哎，没事吧？起来起来。不要管我！哎，小心啊！你是个卑鄙无耻、出卖女朋友的贱男人！喂！没事吧？哎，起来起来！永亮，没事吧？小姐，你要带点识人啊！不要找一个像我这样自私自利的男朋友。我怂恿女朋友亏空公款，害她差一点坐牢，还要跳楼自杀，现在还要纠缠她，求她原谅。
我根本不是人。喂，石永亮啊，你是来道歉，不是来自杀的，醒醒啊！哲嘉，这10年来，你已经为了我受了不少的苦了，所以现在不要再为一个你不值得恨的人伤心了，好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永亮，对不起，永亮。看过很多爱情片，对不起，羡慕女主角得到男主角轰轰烈烈的表白，爱得那么义无反顾。可是此刻，我成了女主角，我宁愿地上有个洞。小柔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开门让我进去吧。我是不会跟你分手的，我真的想见见你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带来了你爱吃的卤猪脚，我特地为你做的。我知道，这些年来泽国给你们吃的食物都是有机的，真难为你了。你是一个好丈夫，好女婿，泽国能嫁给你是他的福气。再说这些年来，他只顾着打拼事业，没有好好的料理家务事。还好有你包容他，迁就他。泽国他很顾家，无论多忙，都会回家煮饭的。那就好，你能看到他的好处，他也应该会看到你的优点。哦不，我不好，辜负了他。你别宠坏我这个女儿了，她的脾气我最了解了。有时候她不顾及你的面子，她有这脾气，也是我这个做妈的没有把她教好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答应我，你们夫妻俩要好好的过一辈子，好吗？哎，妈，您这次来，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听到了什么？你们之间有问题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就好，就算有啊，也是泽国的问题。我会好好的教他，收敛他的臭脾气。哎，对了，我榨了你爱吃的猪油渣，你分开来慢慢吃。不过千万别让泽国知道，要不然我会被他骂死的。谢谢妈。不必加班吗？是啊，以后都不会了。啊，这一顿我来煮，你去洗个脸休息一下。星期天有家庭办事。哦，买你妈喜欢吃的榴莲回去。爸最讨厌的。对啊，那就约她出来，去榴莲摊吃。好啊。阿佳，我问他，喂，你干嘛在他房间啊？这么多花谁送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的事你少管啦。他去冲凉，很快就出来了。看到你在他房间，不高兴了，出来了。出来啊！混蛋！
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池先生出去开会了。陈永亮，陈永亮，你给我出来！臭不要脸的！阿佳上一次给你害到差一点坐牢，现在你还来骚扰他！我警告你，你再敢出现在我女儿面前，我就把你的丑事抖出来，让你坐牢，让你身败名裂！小姑姑，外公为你出头，出名了。嘿，你的头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一点？我没事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是专程向你道歉的。我爸那么打你，是他不对，对不起。网上都传开了，害安哥丢脸，是我不对才对。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好像怎么算也算不清啊。那我们就抹掉过去，好不好？我做不到啊。还有，我以后不会再来了。泽佳，我希望你别因为我而放弃翠玉玲珑的工作机会。你这是为了补偿我吗？其实聘请你，并不是我个人的决定，而是经过人事部严谨挑选的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才对。我相信以你的才干和经验，绝对能够胜任。再说，你是在餐馆工作，而我是在总部，我们不会有太多的直接接触。我答应你，凡事我都会公事公办，好吗？来，我来帮你。来，可以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快点吃饭。阿佳呢？吃了报纸胆，竟敢缺席啊？啊！他在房里。阿佳，出来吃饭了。爸妈吃。爸妈吃。外公外婆、妈咪的，你吃饭，小鱼吃，点吃饭。吃。爸爸吃饭。吃饭，哥吃饭，乖乖乖，吃饭。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。家庭饭局，一家团聚，以后一个都不可以少。嘿，博文，听说有间照相馆想聘请你，成人啦，该有自主权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小姨支持你 ，OK？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，不用拿博文来开刀。哈？有 Grief Operation 啊？我找到新的工作了，星期一就开工。真的，太好了，餐馆嘛，做回老本行很好啊。哪间餐馆？是不是永亮？你又想跟他在一起了？我是去工作，我会跟他划清界限的。你忘了以前他是怎么害你的？如果这次你再被他骗了，我绝对不会救你。我也没有想要你救我。我不答应。我在照相馆待了这么多年，欠你的人情应该还清了吧？阿佳找到工作是件好事啊。是啊，难道你要她变成老姑婆吗？如果你敢跟他在一起，就不是我女儿。干嘛搞得这么严重？不要护着她。你很霸道哎，这是我自己的前途，为什么我没有权利自己决定呢？我本来就不是你的傀儡，我不想被你藏在照相馆里慢慢发霉。我是为你好啊！你什么时候为我好？像你这样的父亲啊，把你女儿当成交易。你很有本事是吗？很有本事就不要住在这里。好，我搬呢。现在就搬。这是你说的。你怎么搞的？好好一顿饭局被你搞成这样。有时候摔倒，连跌带滚很冤枉。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
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中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士兵在颠倒，在混乱，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。张大你的眼，用心来看。